朋友们好，今天是11月24号星期三，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昨天呢，为了应对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拜登政府呢是有宣布下令动用美国的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由能源部呢向市场投放了5000万桶石油。这个举措呢，它号称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战略储备石油的释放了。而且呢，参与的还不仅仅是美国，同时呢，还包括了世界的第2大石油消费国中国，还有包括像印度啊、英国等等主要的能源消费国。那么这一次的多国联手行动呢，是让那个一摁机关浑身就动的胡锡进呢喜上眉梢，他立马就发了一篇社评，自我感觉极为良好，还特地的下了这么一个标题说，为抑制通胀，华盛顿又来求北京了，俨然一脸的咱终于扩了一次的激动。但是呢，没想到的是呢，胡边呢，他眯缝的眼角正在仔细回味这难得一刻的时候呢，拜登就一巴掌甩脸打了过来，立马呢就把胡边的笑容给凝固在脸上了。这记一巴掌呢，它就是此前传闻已久的民主峰会。昨天呢，美国国务院是正式的公布了将于12月9号和10号2天举行的这个首届世界民主峰会的参与方名单。在这份名单中呢，台湾是正式的受到了邀请。它以英文字母 T 打头嘛，所以呢就排在这个 S 打头的瑞典的后面。可能朋友们大都知道呢，就是美国将要邀请台湾参加这次民主峰会的风声啊，在此前是已经被释放过很多次了。但是当这块石头啊终于落地的时候呢，最受到外界关注的呢，当然还是都想看看中共究竟会作何反应。那么在中共这边呢，这一次胡边他没能抢到第一个雕盘子，而是由国台办首先迅速的做出了反应。这个发言人朱凤莲啊，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呢，他只说了3句话。他首先呢就强调说，美国网站所列的涉台称谓是错误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台湾嘛，那个拼音是使用的这个。然后呢他又补了2句，说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这个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妥善处理涉台问题等等。大家听上去啊，会觉得这个表态有一点例行公事，对吧？他并没有说表现出特别的强硬来。这背后呢，他可能有2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美中这次视频峰会上面呢，拜登和习近平很有可能已经就此问题是进行过了预热的沟通，大家都心中有数了，所以呢，国台办他的语气呢，自然就比较放软了。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国台办他在等待着最高层的一个定调，所以呢，他暂时是先比较低调的、中规中矩的这么回应一下，保留着后续调整的余地。果不其然呢，在今天中共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呢，这个赵立坚他的口气就有所不同了。他除了强调说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具有任何国际法地位等等那个老3篇，还重复了习近平在习拜会上对着拜登说与台独一起玩火，终将引火烧身的那个威胁警告。此外呢，他还指责说美方披着民主外衣推行集团政治，挑动阵营对抗之举，这是冷战思维的再现。那么我们从这里呢就可以看出来，尽管美中之间很可能是事先已经有过通气了，但是这次峰会呢，它对中共的冲击其实它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下面呢就来简要的讨论一下。首先这次峰会它邀请在台湾呢获得了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回应，这个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我们看到现在是中华民国的外交部，还有执政的民进党的发言人，以及台湾驻美经文处的代表等等，都有悉数出来发表声明。就连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他都也有公开的发表声明，表示赞赏和感谢。而台湾的外交部呢，在今天立即就有宣布说，由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和数码政务委员唐凤将代表着台湾来参加这次会议。蔡英文本人呢，他是不出席的。这个呢，他
它其实也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的。尽管台湾出席这次峰会的代表它是降低了级别，但是它仍然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邀请名单这个注释说明之中他说得很清楚，说本次峰会的邀请对象呢是民主国家和或政府，是这么样来说明的。而且这个峰会的正式名称它其实是应该叫做领导人民主峰会。所以呢，大家有看到吗？这个问题的要害呢，它并不完全在于是否需要蔡英文本人去出席，而是这个峰会的性质，它就已经决定了这是属于国家或政府级别的会议。也就是说，邀请的对象呢，它实质上是针对着蔡英文去的，只不过呢，蔡英文呢，他出于某种原因不方便亲自出席，改由唐凤和萧美琴来代表了。那么这个会议的规格呢，它是属于领导人出席的规格，这个也就意味着美国对台湾的邀请呢，它在事实上是已经承认并且奠定了一个一国两府的这么一个格局，也就是说一个中国两个政府。这个邀请呢，它也在事实上为蔡英文两岸互不隶属的那个官方立场是进行了背书的。这一点呢，我觉得其实中共他们自己完全是心知肚明的。比如说这个大外宣多维网他在今天就有发表了一篇评论，他就是这么下的标题，说美国宣布台湾参与民主峰会，实质化一中一台。第二个看点呢，是在于台湾参会的这个名称了。刚才我们已经有提到，这个名称呢，它是台湾刚好与才发生的中共与立陶宛的那个外交风波是形成了一个对照。可能朋友们都知道前几天因为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是正式的挂牌启用了，结果呢就导致中共大发雷霆，不但这个党媒失控，破口大骂什么苍蝇跳蚤什么老鼠等等这些极具侮辱性的言辞是轮番上阵，还宣布呢将与这个立陶宛的大使级的外交关系把它降为了代办级。这个操作呢，它其实是有点出乎外界预料的，因为呢此前大家普遍都猜测中共有可能是会要断交的，对吧？降为代办级呢，它与大使级的唯一的差别就是在外交礼遇的这个等级上面它是降低了，但是这个外交代表的职能和他的豁免权等等这些权利呢，并没有丝毫的不同，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呢，双方仍然是具有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那么这样一来，它就会造成了一个局面，什么局面呢？就是立陶宛它一方面呢与台湾是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官方联系，另一方面呢，它又得以继续维持了与中共的一个正式的官方的外交关系。这个等于是什么呢？它就等于是中共默认了立陶宛对中国和台湾的一种双重承认，它成为了一种近似于一中一台，或者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国两府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简单的对比一下这次的民主峰会我们就会看到，以台湾的名义受邀出席呢，它在性质上和立陶宛设立那个台湾代表处，它其实是一样的，对吧？它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二者呢，它在国际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力，它却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说这个中共它真的是那么的硬气这个一中的原则，这根红线就是真的是那么的不可触碰，那么中共它就应该要比照着对待立陶宛的例子，把对美国的外交关系也立即的要降到代办级才是合适的。然而呢，我们看到中共它事实上是没有敢这么做的，这说明了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就说明中共它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它其实存在着明显的欺软怕硬。这也说明中共对一国两府，它其实是在某种条件下是可以默认以及接受的这么一个态度。这个才是中共它可能真正画下的红线。我们看到无论美国还是欧盟，包括立陶宛在内，他们都在坚持说自己与台湾发展的所有的关系都是符合一个中国政策的。
但是呢，他们又都明显的支持这个两岸互不隶属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对吧？这个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一国两府的这么一个框架了，只不过大家都没有把它明确的说出来罢了。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呢，中共他自己呢，完全可以把美国邀请的台湾政府呢，把它解释为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的省政府当然他这样呢，可以为自己保留着残存的那么一丝的脸面。至于说国际社会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理解呢？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也就是说呢，蔡英文的不出席呢，它只不过是美台为了保留仅剩的那么一点点模糊空间而协商的结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台湾这次出席民主峰会呢，可以说是既得了面子，又得了里子。美国这个先例一开它事实上已经为日后台湾出席各种国际会议还有参加相应的一些国际组织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已经扫清了障碍了。而对中共来说呢，可谓是内外皆失。他既不敢真的强硬大打出手，他又不得不尽量的要表现出做事想要强硬的这么一种姿态。结果呢，就是最终演出了一出张牙舞爪的认怂，徒增国际社会的笑柄而已。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和大家聊一聊当前在大陆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那位知名的反美式工作、留美式生活的大五毛司马南，他突然咬上了联想集团的这么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呢，其实它的发生到现在已经有半个多月了。只是因为到了最近，因为这个事情它不断的在发酵，才成为中国大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社会热点。我们都知道在大陆的那种舆论环境之下如果说当局它不想让一种言论存在，那么无论你多么的有来头，都是瞬间就可以让你消失的干干净净的。刚刚才发生的彭帅与张高丽呢，可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也就是说呢，司马南这次追咬到了联想呢，它能够持续的发酵到现在，它背后肯定就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在起作用了。从11月7号开始这个司马南呢，他是突然就开始在中国的新浪微博上连续的发布了多期的视频，炮轰中国最大的也是世界最大的 PC 制造商联想集团。前前后后给这个联想是罗列了6大罪状。我们把它概括起来呢，它就是这么说的。第一呢，就是说国有资产的流失了。这个依据呢是说，在联想的股份改制中呢，中科院它的这个股权呢是被贱卖了，不但失去了对联想的控制权，而且呢有13亿的资产呢是白白的送给了柳传志任会长的那个泰山会。第二大罪呢，就是说联想的高管呢，很多都是拿着亿元高薪，甚至是超高薪，这个分红占据了公司的30%多的利润，贫富差距拉得太大。第三大罪呢，就是说27位联想的高管中有14个外籍人员，它存在着信息安全问题。第四呢，就是说联想的负债率比恒大都还要高，是属于资不抵债。欠这个经销商已经是有1000多亿了，它可能存在着暴雷的风险。第5条罪呢，就是说联想的研发占比呢不到它的利润的3%，但是呢，它却去申请了科创板的上市，有骗钱的嫌疑。那么第6条呢，就是说联想在2019、2020两年的这种金融业务，它占据了全部利润的平均比例呢是超过了50%，因此呢，可以说联想它已经蜕变为是一个金融公司了，它是靠钱生钱了，不再是一个生产企业了。那么在这一波的攻击开始以后呢，我们看到它很快在大陆社会出现了2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呢，就是有一大批的各色人等加入到了这个大合唱之中了，使得对联想的批判它呈现出一种不断暴涨的这么一种声势。而当局呢，显然并没有说要采取这种封杀或者说是大幅度的降温的这样的一些措施。
另一个呢，就是联想呢，它仅仅是派遣了 CMO， 也就是它的首席营销官呢，去和这个司马南进行了一个私下的沟通和接触。但是联想官方呢，它却一直没有公开的做出回应。这个与联想此前它声称说要用法律手段来应对所有的恶意的攻击，或者说去应对那些想要碰瓷的这个强硬的声明，它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了。正是因为这个比较奇怪的状态呢，才导致很多对联想持有批评态度的网友就是更加的坚信这个联想它的问题一定很大我们必须要紧追不舍。因为你看联想它都心虚了嘛，它都不敢公开的来做出任何一个回应只会去做一些桌面下的交易。所以这个事件呢，它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有意思了。因为呢，可能绝大多数朋友都知道，像司马南这种人呢，他是属于那种嗅觉非常灵敏，是吧？只要闻着一点血腥味呢，他就要飞过去嗡嗡一阵的，是属于这种。而联想本身呢，他其实也不是善茬。且不说柳传志一直在大陆的商界有着一个教父的称号，即便是以联想它现在的这种体量也可以说它是属于国内数得上的跨国大企业了。而且联想的身份它还远不是说含有国资的私营企业这么简单。我们只需要简单的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仅仅是官方公开的报道，联想集团它就是作为军民融合的一个代表性企业，与中船重工、中航科工等等这些军工巨头是有一起参加了2017年的全国民营军品企业高科技成果博览会暨军民融合高峰论坛的。还有在这个西安的国际会展中心在今年发布的一个广告中，联想集团呢，它是明年3月份将要参与的那个第30届中国国防军工装备展览会的重要的成员。其实其他类似的还有不少，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的列举了。意思就是说呢，联想它作为全球第1大 PC 电脑的生产商这个中共政府乃至军方其实不太可能说对这么大一块资源就任其自由的生长而不加插足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司马南他敢于以这种火力全开的姿势去主动的发难，找上联想的大门去公然的踢馆，这当然不是说他被夹头之后神志不清的一个后遗症了，对吧？这就是一种处心积虑有备而来的了。首先我们看看联想被罗列的这6宗罪所有的材料它可以说大都是查有实据的，它都是有事实基础在的。但是呢，它没有任何一条是属于司马南的独家爆料的新料，它全部都是过去早就被业界和舆论界是曝光过、翻炒或者是议论过的话题。那么司马南呢，他只不过是进行了一些搜集、整理、汇编，然后呢再加入了不少当下比较流行时髦的这些批斗性的语言，然后再一次性的把它集中抛了出来而已。其次呢，这个6宗罪里面呢，其实它真正的煽动了大众情绪的爆点呢，主要是3条。第一呢，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第二呢，就是联想的高管薪水过高；第三呢，就说这个联想是名不副实，辜负了民族企业的称号，它有外国势力买办的这么一个嫌疑。其他的像什么研发比过低啦，什么多元化经营等等，那些都是属于一个企业经营的常态了，并不出奇。那么这样一说呢，可能有的朋友就已经看出点苗头了，对吧？这3大爆点我们可以看到它分别是对应了当前备受关注的3大政治热点。比如说国有资产的流失，它涉及到的呢，实际上是国有企业改制时期的那一整个的经济政策的问题。这个无疑呢，它是契合了习近平当局现在要讲国进民退，要做大做强国企的这个政治方向的。如果说我们再说深一点它这个涉及到的是改革开放的路线问题，它涉及到的是谁主导了国企改制政策的这个责任归属的问题。
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和大家有过详细的讨论，就说习近平他在这一次的历史决议中呢，他是已经在事实上终结了改革开放，否定了邓小平的那个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对吧？而他最大的理由呢，就是说这个改革开放呢，让党出现了体制性的腐败，这个是习近平他做男儿反腐败救党的合法性的来源。所以呢，如果说联想的这条罪名它要是成立，无疑联想就会成为窃取国有资产、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甚至是差点让红色江山变色的一个典型了。而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联想高管拿1亿元高薪呢，不顾基层员工的死活这一条啊，毫无疑问它会成为当前这个共同富裕的基本国策的又一个反面典型，对吧？如果说我们要往深了再追究下去啊，我们再来上纲上线一把，就可以说这个涉及到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这2条路线之争了。这实质上呢，也就是邓小平和习近平的路线之争了。至于说那个说高管中啊过半的都是外国势力这一条呢，那个它是当前无数的爱国民众最理想的开火的目标，对吧？对这个大陆社会稍有了解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联想集团过去在大陆的民众的心目中，它一直都是拥有一个美的良心响的这么一个江湖称号的。为什么会出来这么一个称号呢？据说原因主要有2个，一个呢是联想呢，它同一款的电脑啊，在大陆的售价，它比在美国的售价还要高出一大截，这个是联想长期被痛骂的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联想集团曾经在2014年有向美国的劳军联合组织呢是捐赠过一大批的电脑，因此呢就被打上了一个亲美的标签。这个要放在民族情绪动不动就喷薄而出的大陆的当下呀，它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一个企业的死穴了。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说司马南他是处心积虑有备而来呢？原因就在这里。如果他真的只是一个简单的自媒体，我估计啊，柳传志可能都懒得正眼看他一下。但是呢，仅仅是凭着炒炒冷饭，他就可以把这一波舆论声势造得如此之大。柳传志那帮人呢，恐怕也是看明白了的，这就是来者不善了。为什么联想啊一直都没有公开的回应，甚至不惜让自己的 CMO 去干一个小秘书的活，去低声下气的私下的去联络这个司马南，想要私了呢？其实说穿了，就是因为他们都知道很多事情现在没法公开回应，他们知道司马南呢，他只不过是一个传声筒而已。如果说联想被迫充当了一场路线斗争的靶子，他不设法去把传声筒那边的人搞定的话，去和这个传声筒本身去较劲，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从这一点上来看呢，这个司马南他现在的角色呢，和8月底写那篇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这个李光满，他是比较相似的。他可能正在扮演一个测试水温的角色，而联想呢，是被选中来进行测试的一颗棋子而已。李光满的那篇文章啊，他一度是被视为吹响了2次文革的号角，对吧？它引发了全国普遍性的恐慌，以至于呢，不得不让胡锡进赶快的来发文，进行了一个大幅的降温来中和的处理。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呢，这次我们看到同样是胡锡进在昨天他又出面了，来发了一篇文章，再次的为这一波舆论来和稀泥，来降温了。也许呢，联想集团啊，这一次它不一定真的说就是会被送上祭台，但是呢，大陆社会频频出现的这些信号啊，它已经非常清楚地呈现了未来的中共它会去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好的，今天呢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祝大家感恩节愉快，我们下次再见。